狂风呼啸，暴雨如注。断崖边，我咽下一口带着腥甜的唾沫，死死盯着前方。3个身穿血红色长袍的筑基期修士呈品字形将我包围，他们身上的杀气几乎凝结成了实质。文武，交出你手里的东西，留你个全尸。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缓缓张开满是泥污和鲜血的左手，掌心里躺着一颗龙眼大小的丹药。在南域修仙界，这种神物只存在于传说中。久闻，这不可能！你区区一介散修，怎么可能炼制出这种神物？谁说这是我炼出来的？我毫不犹豫，将这绝世神丹丢入口中。丹药入口即化，庞大灵力在体内炸开，雷云汇聚，筑基天劫将至。我握紧怀里的葫芦，感受着新生的力量大笑。不过那已经是30年后的事了。30年前，我连最下品的凝气丸都买不起，更别提当面吞仙丹。我叫文武，却不通文武，只是外门3000灵农里最不起眼的一个。15岁测出5行伪灵根，被勉强收下，分到这半山腰的灵药园。修仙界残酷，没天赋没背景，每天天不亮就得挑水浇草。这草一株卖2块灵石，每月上交50株，剩下才是口粮和资源。我在这儿已种了3年地。文武还在磨蹭什么？再不去挑水，今天的灵玉诀你又要施展不出来了。来了，如今我才炼气1层顶峰，3年才从凡人踏入炼气，慢得让人绝望。年底若不突破2层，就会被赶下山重新做凡人。见识过长生，跌入凡尘比死还难受。那天傍晚，我趁天没黑，去断魂林边缘采野生苦叶麻。这草不值钱，但嚼碎肤间能缓解挑水的淤青。断魂林是禁地，有高阶妖兽，我只敢在最外围。刚弯腰拔草，就闻到一股浓烈血腥味，我心里一紧，本能趴下屏息。在修仙界，好奇死得快。足足等了半个时辰，周围没动静，只有乌鸦叫。我大胆子顺血腥味爬过去，拨开灌木丛，我看到了2具尸体，一个黑衣中年，胸口被炸开大洞，一个干瘦老道，脖子卡着断剑，显然是惨烈厮杀，同归于尽了。我心脏狂跳，这绝对是杀人夺宝。我的第一反应是跑，摸摸空瘪的储物袋，想到年底考核，一咬牙靠了过去。得罪了2位前辈，反正是死物，不如便宜了我这个活人。我边念叨边利落摸索，可惜黑衣人的储物袋全碎了，老道连储物袋都没有，穷得叮当响。我叹了口气，暗骂白丹精受怕了。刚要起身，瞥见老道僵硬的手里死死抓着个东西，我用力掰开他的手指，是个巴掌大的葫芦，非金非木，灰扑扑有坑洼，就像凡人集市几个铜钱的劣质葫芦。我拿起来晃了晃，里面沙沙作响，像装着小颗粒。出于直觉，我将这葫芦塞进怀里，迅速用泥土掩盖血迹，头也不回跑出断魂林。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葫芦将会怎样彻底改变一个底层凡人的命运。回到四面漏风的木屋，天已黑透。我立刻拴上门，搬过瘸腿木桌顶住，靠着墙大口喘气，后背全被冷汗湿透。底层修士命比草贱，若被人看到我摸死人东西，随便一个外门弟子都能捏死我夺宝。在黑暗中坐了很久，心跳平复后，我才小心掏出那葫芦。屋里点不起灯，只能借破窗透进的月光打量着用命搏来的战利品，非金非玉，摸着像磨平棱角的灰石头，却极轻。我探出一丝灵力，却如泥牛入海，没半点波澜，没半点灵力变动，连最低级法器都不算。难道是个凡人酒壶？但那老头临死都死死抓着它，绝不合常理。没有仙气和药香，反倒是一股刺鼻焦糊味钻进鼻腔，像熬糊的药渣。我赶紧倒在掌心里，伴随沙沙声，
滚出3颗黑不溜秋的药丸，仔细一看，心彻底凉了半截。这是废丹，炼丹失败的产物，没药效，还满是火毒药渣。修士吃了轻则经脉堵塞，重则当场暴毙。难怪穷的没储物袋，原来是个炼丹走火入魔的散修，手里全是要命的毒药。正想把葫芦随便扔了，异变突生。今晚月亮很圆，一缕月华洒下，接触月光的刹那，灰葫芦表面竟浮现极半的银光。若非夜太黑，根本发现不了。我揉揉眼，凑近了看，是真的。月光化作一丝银线，缓慢而坚定地钻进粗糙的皮笔，随着月华注入，它竟多了一丝温润感。它在吸收月华。我愣住了，能自发吸收天地精华的，绝对是了不得的异宝。手止不住颤抖，一个疯狂念头闪过，这葫芦吸收月华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看了看焦糊的废丹，又看了看正在呼吸月光的葫芦，我小心翼翼地把废丹重新塞回葫芦，盖紧枯木栓，没把它收起，而是端端正正摆在月光最亮处。那一夜我没修炼也没睡，像尊泥塑死死盯着，眼都不敢眨，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月亮隐没，葫芦表面的银光彻底暗淡，变回了那个丢路边都没人看的破烂。我颤抖着手，再次拔开了枯木栓。拔出木塞那刻，我本能屏息，生怕闻到焦糊和火毒，然而什么都没有，屋里静悄悄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缕若有若无的清香，香味带着草木的纯粹，吸入腹中，熬夜的疲惫都消散少许。我咽了口唾沫，将葫芦倒在掌心，我死死盯着这3颗丹药，呼吸瞬间变得粗重起来。原本黑不溜秋坑坑巴洼的废丹不见了，此刻躺在我手里的是3颗通体呈现淡绿色，表面光滑，甚至泛着一层微弱光泽的药丸。我在青木宗的外门坊室里见过这种丹药，这是凝气丸，炼气初期修士用来精重修为最基础，也是最常用的丹药。坊之里1颗下品的凝气丸要卖3块下品灵石，对于我这种1个月只能攒下几株灵草的底层灵农来说，3块灵石绝对是一笔巨款。但更让我震惊的是，我手里的这3颗凝气丸色泽均匀，没有一丝杂色，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下品丹药，至少达到了中品甚至上品的成色。这灰葫芦能提寸废丹？一个疯狂的念头在脑海中炸开，震得我头皮发麻。难怪那个干瘦老头是个散修，却敢随身带着那么多要命的废丹。他肯定也是偶然得到了这个葫芦，发现了他的秘密，正准备靠着吸收月华来变废为宝。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享受这份机缘，就死在了断魂林里，最后白白便宜了我。我激动得浑身发抖，但我到底是在底层摸爬滚打了3年的灵农，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得意忘形。修仙界的诡异手段太多了，万一这只是表面看起来像凝气丸，实际上火毒内敛，吃下去直接肠穿肚烂呢？我小心翼翼地从床底摸出一把生锈的小骨刀，在那颗淡绿色的丹药表面轻轻刮下了一点点粉末，然后我用指腹沾着这点粉末，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嘴里。轰！虽然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粉末，但入口的瞬间便化作了一股精纯温和的热流，顺着我的喉咙直冲丹田。没有火毒的灼烧感，没有杂质的滞涩感，只有纯粹的精纯的灵力。我平时辛苦打坐一整个晚上吸收的天地灵气，竟然还不如这一点点粉末来的精纯。是真的，这个灰乎乎的葫芦真的能够在吸收月华之后，将致命的废丹重新炼化提纯为高品质的灵丹。我紧紧攥住手里的3颗凝气丸，眼眶有些发酸。3年了，我在这片灵药园里像老牛一样干了3年，受尽了白眼和嘲笑。因为灵根驳杂，我吸收灵气的速度比常人慢10倍。眼看年底的宗门考核就要到了，如果我还是炼气1层，就会被彻底扫地出门。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3颗中品以上的凝气丸，我有绝对的把握在短时间内冲破炼气2层的瓶颈。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狂喜。天已经大亮，又把3颗凝气丸装进一个小玉瓶里贴身收好。我不能立刻闭关，如果我今天不去浇灌星蛇草，立刻就会引来管事执事的注意。一个底层的灵农突然闭关，太反常了，苟住才是活下去的唯一机会。我像往常一样换上那件沾满泥土的装束，挑起水桶，推开了茅草屋的破木门。哟，文武，今天起得挺早啊，怎么想通了，准备年底滚蛋前多给宗门干点活？王师兄说笑了，我天资愚钝，只能笨鸟先飞，多干点活了。他冷哼了一声，不再理我，转身去伺候他的灵药了。他根本没有注意到，低着头的我眼神中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麻木与绝望，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野心与炽热。只要熬过今天白天，今晚我就吞下凝气丸，冲击炼气2层。这一天的劳作，比过去3年里的任何一天都要漫长。挑水、除草、施展那生热的灵羽诀。往常做这些粗活时，我心里只有对未来的麻木和绝望。但今天，我的胸腔里却像是燃烧着一团火。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我谢绝了几个相熟玲珑一起去溪边洗澡的提议，几乎是小跑着回到了我的破茅屋。关门，落栓，顶上木桌，一气呵成。我盘腿坐在那张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强行让自己做了几次深呼吸，直到心跳不再那么剧烈，这才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那个装有3颗凝气丸的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一颗淡绿色的丹药。那股若有若无的草木清香再次钻入鼻腔，让我精神一振。成败在此一举了，我不再犹豫，仰起头，将这颗中品以上的凝气丸吞入腹中。丹药入口即化，根本不需要咀嚼，便化作一股温热的精液顺着喉咙滑入胃部。紧接着，轰的一声闷响，仿佛在我的脑海中炸开，一股极其庞大却又异常温和的灵力，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从我的丹田处猛然爆发出来。我吓了一跳，赶紧闭上眼睛，默念宗门免费发放的入门功法青木诀，拼命引导着这股灵力在奇经八脉中游走。我那驳杂的5行伪灵根，平时吸收天地灵气，就像是用漏斗装沙子，存不下多少。但此刻，这颗凝气丸提供的灵力实在太纯粹了，几乎不需要我怎么炼化，就自发地融入了我的经脉之中。1圈、2圈、3圈，灵力每运转1个周天，我的经脉就会传来一阵撕裂般的阵痛，但紧随其后的又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舒畅感。我咬紧牙关，任由汗水湿透了粗布麻衣。不知道过了多久，体内那股澎湃的灵力终于汇聚成了一股洪流，朝着那道阻碍了我整整3年的无形屏障发起了最后的冲击。咔嚓一声，只有我自己能听到的脆响，仿佛某种禁锢被彻底打破了。原本狭窄干耗的经脉瞬间拓宽了1倍有余，一股比之前雄浑得多的灵力在体内平稳地流淌。炼气2层，我猛地睁开眼睛，黑暗的茅草屋在我的视线里竟然变得清晰了几分。我甚至能听到屋外10丈远的地方秋虫在草丛里鸣叫的声音，力量感充斥着全身。我握了握拳头，感觉现在的自己一拳就能打死一头凡间的猛虎。还没等我仔细体会突破的喜悦，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紧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味从我身上散发出来。我低头一看，借着月光发现自己的皮肤表面渗出了一层黑乎乎的粘毛杂质，这是突破境界后肉身排出的后天毒素和污垢。我捏着鼻子赶紧推开门，跑到屋后的水井边，打了整整3桶冰凉的井水，从头浇到脚，这才把身上的污垢洗刷干净。冰凉的井水刺激着我的皮肤，我抬起头看着夜空中的那一轮明月，嘴角终于忍制不住的疯狂上扬。3年了，我终于跨过了这道坎儿。只要到了炼气2层，年底的宗门考核我就能安稳度过，再也不用担心被赶下山去当凡人了。回到屋里，我看着玉瓶里剩下的2颗凝气丸，又摸了摸贴身藏好的灰葫芦，眼神渐渐变得深邃起来。这只是一个开始，葫芦的秘密绝不能暴露，但我需要更多的废丹来喂养它。青云坊市就在山脚下30里外的一处山谷里，除开那些正经的商铺街，在坊市最深处的偏僻巷子里，还有一个只在傍晚到半夜才开张的鬼市。在那儿，不问出处，不问身份，做买卖全凭眼力和胆量。天刚擦黑，我就压低了帽檐，跟着几个同样槽头露脸的散修混了进去。这里头可没有明亮的月光石，只有路两边偶尔亮起的几盏幽绿色灵火。两边摆摊的修士大多穿着黑袍，戴着面具，连叫卖声都没有，看中什么直接传音或者比划手势。这气氛真是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紧紧揣着那个玉瓶，手心里全都是汗。在鬼市里转了足足3圈，我才在一个角落的摊位前停下。摊主是个戴着恶鬼面具的壮汉，破布上摆着几件残破法器，还有一个贴着封条的黑泥罐子，罐子半敞着，里头飘出一股熟悉的刺鼻的焦糊味，是废丹，看着分量起码得有20-30颗。我死死压住狂跳的心脏，故意捏着嗓子，用一种沙哑低沉的声音问他：“这罐子里的垃圾怎么卖？”炼气中期的火候没控制好，废了一炉聚气散，虽然是废丹，但也沾了点灵药的边。2块下品灵石全拿走。2块下品灵石去买一罐子能吃死人的毒药，这摊主简直是在明抢。但我非但没生气，反而暗暗松了口气，不怕他狮子大开口，就怕他不卖。我没立刻掏钱，而是从怀里摸出那个装有2颗中品凝气丸的玉瓶，倒出1颗在手心，迅速在摊主面前晃了一下，
又马上收回瓶子里。我不给零食，这颗凝气丸换你这罐废丹，加上一本普通的法术小册子。我压低声音，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摊主的眼神瞬间就变了，哪怕只是看了一眼，那丹药上纯正的灵气和光泽也绝对骗不了人。在黑市这种地方，这种成色的丹药至少能卖到5块下品灵石，而且还是有价无市。成交！摊主毫不犹豫的一口答应，那架势生怕我反悔。他在储物袋里摸索了一下，扔给我一本破破烂烂的线装书。这是火球术和敛息诀的残本，算甜头。我一手交出丹药，一手将黑泥罐子和破烂线装书直接扫进怀里。交易完成的瞬间，我极其敏锐地感觉到周围至少有3道目光死死落在了我的背上。露富了，哪怕只是一颗凝气丸，也足够让某些穷疯了的底层散修铤而走险。我顿时头皮发麻，一刻也不敢多待，转身就往鬼市外走。出了鬼市，我没敢直接回宗门，而是专门挑坊市外围那些地形复杂的乱葬岗和密林绕路。一边走，我一边把刚换来的敛息诀在脑海里死记硬背，拼命试图压低自己的呼吸和灵力波动。就在我路过一片矮树林的时候，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极其轻微的闷哼，我立刻趴在腐烂的落叶堆里，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顺着树丛的缝隙看过去，几十步外，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修士正捂着喷血的脖子，满眼不可置信地倒了下去。在他身后站着一个瘦小的黑影，手里还握着一把滴着血的匕首。那个年轻修士我认得，刚才在鬼市入口，他花大价钱买下了一把上品飞剑，还得意洋洋地跟同伴炫耀呢。而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具渐渐冰冷的尸体。只见那个黑影熟练地摘下年轻修士的储物袋，又往尸体上倒了一瓶化尸水，伴随着一阵黄烟和刺鼻的恶臭，那具尸体在几个呼吸间就化作了一滩血水，连骨头渣都没剩下。全程不到半炷香的时间，一个大活人就这么从世上彻底蒸发了。我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半点声音，冷汗顺着额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直到那个黑影离开很久之后，我才敢从地上爬起来，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胃里更是翻江倒海。这就是真实的修仙界啊，没有半点温情和怜悯，只有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如果你不够强，甚至只要你不够小心，下一刻变成那滩血水的就会是你自己。我捂紧了怀里的黑泥罐子，借着夜色的掩护，像个幽灵一样逃回了青木宗的灵药园。这一夜的经历简直比我过去15年的人生加起来都要惊心动魄，但也正是这一夜彻底打碎了我对这修仙界仅存的最后一点幻想。我关好房门，看着桌上装满废丹的泥罐和那个灰葫芦，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我要变强，必须不择手段的活下去，然后再变强。回到茅草屋的第2天大清早，我还是跟平时一样提着那沉甸的木桶出门去打水。哟，文武，昨晚去哪儿鬼混了？眼眶黑得像被人打了一拳，走路都打飘。王师兄说笑了，昨晚修炼得太晚，急着想突破，结果一晚上没睡好，还是老样子。我表面上陪着笑，暗地里却不动声色地运转起了昨晚刚死记硬背下来的那本敛息诀。虽说这门法术只是个残本，还极其粗简，但用来伪装我现在的修为，那可是绰绰有余了。它把我体内炼气2层的灵力波动给死死地压制住。表面上看起来，我依然还是那个卡在炼气1层顶峰，随时会被宗门扫地出门的废物。俗话说得好，木秀于龙，风必摧之。在亲眼见识了黑市外头那种杀人夺宝的狠辣之后，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白狗柱到底有多重要。到了白天，我就是青木宗里最勤恳最不起眼的一个底层灵农。我精心地去浇灌那几分地的星蛇草，施展灵雨诀的时候，甚至比以前还要更加卖力，故意装出一副为了应付年底考核在拼命挣扎的模样。因为只有让自己显得毫无威胁、毫无价值，才能在这残酷的修仙界里活得更久。而到了夜里，这扇门窗紧闭的破茅草屋就成了我一个人独享的修仙界。那个花了我1颗中品凝气丸换回来的黑泥罐子，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座宝库。那里面可是整整装了32颗炼制失败的废丹聚气散啊！每次碰到晴朗的夜晚，我都会把那个灰扑扑的葫芦恭恭敬敬地摆在月光最亮的地方，就这么看着它表面浮现出一层银色的微光，贪婪地吞吐着月华，然后再把那些散发着焦糊味和致命火毒的废丹给一点点淬砺成散发着草木清香的中品，甚至是上品的聚气散。每当看到这一幕，我这心里头就充满了那种难以言喻的踏实感。修仙界里常说财履法地，这财字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能变废为宝的灰葫芦，就是我安身立命，甚至敢去奢望长生大道的最大本钱。如今有了这么充足的丹药供应，修为以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害怕的速度，在那儿稳步攀升。从炼气2层初期
到中期，再到后期，那曾经阻挡了我整整3年的经脉淤塞，在这种精纯药力的日夜冲刷之下，早就变得不堪一击了。除了每天提升修为，我把剩下的所有时间和精力全都砸在了那本破破烂烂的法术册子上。火球术，这是修仙界里最烂大街的一种五行基础法术，但它就是我目前唯一能拿得出手的攻击手段。为了不引起其他任何人的注意，我每天深夜都会偷偷摸摸地溜到断魂林最边缘的一处废弃矿洞里头去练习。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只能在指尖上勉强凝聚出一朵黄豆大小的火苗，微弱的连一根干柴火都点不着。但我压根没气馁，我本来就灵根驳杂，资质愚钝，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拿命去熬了。我告诉自己，1次不行那就练10次，10次不行就练100次。体内的灵力耗刚了，我就吞下一颗提纯后的聚气散，打坐恢复好了就接着继续练。就这样，一直到了3个月后的一个深夜，去！一颗足足有成人拳头那么大的火球，赤红中还带着一丝暗蓝色，直接从我掌心里呼啸而出，带起一股极其灼热的气浪，狠狠地砸在了前方10丈开外的岩壁上。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只见碎石四处飞溅，那坚硬的岩壁上硬生生地被我给炸出了一个焦黑的深坑，甚至连深坑边缘的石头都被那恐怖的高温给融化出了少许玻璃状的结晶。我气喘吁吁地靠在石壁上，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眼睛里闪烁着根本压抑不住的兴奋光芒。这威力绝对已经超过了普通炼气初期修士施展的火球术了。如果趁人不备，出其不意地砸在一个毫无防备的同阶修士身上，他就算不死，那也得扒层皮下来。日子就这样在白天老实种地，晚上拼命苦修的枯燥循环里一天天过去了，而我的修为也悄无声息地摸到了炼气3层的门槛。一转眼，隆冬降临，寒风卷着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青木宗的山头。而外门那1年1度决定了无数底层灵农去留的年终考核，也终于到了。大雪封了山，可青木宗外门的广场上却乌泱乌泱挤满了人。今天可是外门3年1回的大考，也是决定咱们这些底层灵农生死存亡的日子。寒风呼呼的刮，夹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生疼，但比风更冷的是广场上那股子压抑到极点的气氛。王大年，炼气2层，灵草上交合格，过。李二狗，炼气1层顶峰，未突破，剥夺灵农身份，即刻遣送下山。每回一听到遣送下山这4个字，保准有人爆发出那种绝望的哭嚎，紧接着就被执法堂的弟子像拖死狗一样给硬生生拖走。修仙界这吃人的残酷，在这一刻算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下一个文武。一听到喊我的名字，我赶紧深吸了一口气，使劲搓了搓快冻僵的手，低着头就往那块测灵石走。我把手掌往那冰冷刺骨的石头上一贴，暗地里死死运转起敛息诀，把体内那都已经摸到炼气3层门槛的浑厚灵力给死死锁在丹田最深处，就抠抠搜搜地放出极其微弱的一丝，顺着经脉涌进测灵石。测灵石上立马泛起了一层灰扑扑的白光，不多不少，刚好就卡在越过炼气2层的那条刻度线上。文武勉强踏入炼气2层，灵草善交合格，过。算你运气好，下去吧。听到这话，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赶紧装出一副劫后余生感激涕零的模样，冲着执事连连鞠躬，这才退回到了人群里头。算你小子命大，踩着狗屎运临阵突破了。我也就是憨厚的笑了笑，没搭理他。可我这心里头却是一阵冷笑。我要是真放出炼气3层的修为，固然能让外门管事高看一眼，混点好待遇，但也绝对会把我身上的秘密给都个底朝天。一个5行伪灵根的废柴，凭什么修炼得这么快？我就只想赶紧赶回我那破木屋，继续守着我的灰葫芦，安安稳稳苟到天荒地老。可谁成想，老天爷他就是不遂人愿。就在大考刚完事，我们这些侥幸过关的灵农刚准备松口气散场的时候，半空中突然就传来一阵极其刺耳的破空声。只见一个脚踩飞剑的内门弟子，轰的一声就落在了广场的高台上。长老令，宗门在后山800里外新发现了一处处于衰退期的微型秘境迷雾谷，谷内边缘地带生长着大量宗门急需的寒阴草。所有今日大考过关的灵农以及外门炼气3层以下的弟子，即刻原地待命，强制征冒前往迷雾谷采药，为期10天。整个广场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就爆发出了一阵压抑不住的骚动。迷雾谷啊，那可是常年都被毒瘴笼罩的绝世大兄弟，里头不仅到处都是毒虫猛兽，甚至还经常有其他宗门的修士或者亡命散修在那儿出没，让咱们这些平时只会种地的灵农跑那儿去采药，这简直就是明摆着拿咱们去当荡雷的炮灰啊！任何人不得违抗，违令者废除修为，当场格杀。我这心也跟着猛的一下沉到了谷底，千算万算躲过了大考的淘汰，终究还是没逃过宗门的算计。在高高在上的长老眼里，咱们的命怕是连一株寒阴草都不如。但我半点没慌，
在黑市见识过那种杀人夺宝的场面之后，我这神经早就被打磨得跟铁丝一样坚韧了。我默不作声地退到了人群的最边缘，脑子里开始飞快地盘算起自己手里捏着的底牌。修为是炼气3层，法术有那威力远超同阶的火球术，还有用来藏拙的敛息诀。趁着宗门调集非洲的当口，我借口尿急，赶紧躲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手脚麻利地轻点了一下怀里的家当，灰葫芦，这可是绝对不能离身的命根子。还有3个玉瓶，第一瓶里装着5颗提纯后的上品凝气丸，关键时刻能快速补充灵力；第二瓶装着2颗止血丹，那是我拿几株便宜的疗伤草药配合葫芦瞎琢磨出来的，药效出奇的好。至于这第3个瓶子里，就只装了1颗通体漆黑、闻着直恶心的药丸。别小看它，这是我用葫芦提纯废丹的时候偶然折腾出来的1颗极品毒丹。它不但没被洗掉火毒，反而把所有的杂质和迷毒素都给浓缩到了极点。我以前在后山拿只野兔试过药，哪怕只是沾上那么一丁点粉末，那野兔在3个喘息的功夫里就化成了一滩腥臭的血水。这就是我最后用来保命的底牌。熬了半个时辰，一艘巨大的木头非洲就停在了广场的正上方。我和几百个面如死灰的灵农一块儿全被赶上了非洲。我专门找了个最不起眼的犄角旮旯盘腿坐下，把宽大的兜帽往下一拉，闭上眼睛，拼命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非洲猛地一阵剧烈震动，直接腾空而起，朝着那未知的兄弟破空飞去。刺骨的寒风在耳边呼呼作响，我死死握紧了藏在袖子里的那颗毒丹。兜帽阴影里的眼神变得冰冷，想让我死没那么容易。非洲在迷雾谷外围哐当一下重重落了地，舱门一开，一股子刺鼻的腥臭味混着灰白色的迷雾直接就灌了进来。10天后带够30株寒阴草回到这里集合，交不求的就留在谷里当花肥吧。滚下去！咱们这群灵农啊，简直就像被赶鸭子似的，跌跌撞撞的就被轰进了浓雾里。我脚刚一沾地，二话不说赶紧运转起敛息诀，整个人跟条泥鳅似的，呲溜一下钻进半人高的灌木丛，赶紧脱离了人群。在这种没王法的鬼地方，最吓人的往往不是什么毒虫妖兽，而是身边那些杀红了眼的同门师兄弟，傻乎乎的跟着大部队走，那纯粹是给那些修为高的外门弟子当套雷的炮灰。这迷雾谷里头根本看不出多远，连神识都被压制在周围1、2丈的范围。我小心翼翼地踩着脚底烂透的落叶，手里死死攥着那把生锈的剔骨小刀。前头3天，我靠着比谁都小心，躲开了2头炼气出气的妖狼，还在几道阴暗潮湿的石缝里成功摸到了12株挂着冰霜的寒阴草。照这么个进度算，10天凑齐30株不算难事儿。可谁能想到，就在第4天傍晚，还是出岔子了。当时我正趴在一个烂泥塘边上，瞅准了一株品相极佳的寒阴草，刚要下手，突然我背后传来一声极其显微的树枝断裂声，我浑身的汗毛唰的一下全竖起来了，半点没犹豫，连头都没敢回，直接一个懒驴打滚就往旁边扑了过去。一道青色的锋刃简直是贴着我的头皮擦过去的，狠狠劈在我刚才趴着的位置上，把那株寒阴草连带着烂泥地生生劈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咦，区一个炼气2层的种地废物，反应倒是挺快。中雾里慢悠悠地晃出俩人影，左边是个光头大汉，手里捏着几张符箓来回把玩，右边是个刀疤脸，指尖上还绕着没散干净的青色风元素，是劫修。瞅他们身上那股子一点都不带藏的血腥味，这谷里死在他们手里的人绝对少不了。我赶紧扫了一眼这2个人的修为，光头是炼气3层，刀疤脸是炼气2层顶峰。我故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直打哆嗦。2位道友，我只是个外门种地的，身上就这几株刚采的寒阴草，全给你们，留我条小命行不行？一边说，我身体一边跟着发抖，还故意往后退，吧唧一下绊倒在一段枯木头上。杀了你，东西一样是我们的，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吧。话还没落音，那刀疤脸一抬手，又是一道锋刃奔着我的脖子就来了。我扯着嗓子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连滚带爬的躲开了锋刃，可左边胳膊还是被余波给扫中了，生生被刺开一条深可见骨的大口子，水墨瞬间就把衣袖给染透了。这疼得我直抽冷气，但我手底下半点没敢停，飞快地从怀里摸出止血丹的玉瓶，直接吞了一颗。左胳膊上的伤口才3个喘息的功夫，竟然就不流血了。大哥小心，这小子身上有高阶丹药。刀疤脸眼珠子都亮了，贪婪的样全写在脸上，直接拔出法器长剑就朝我扑了过来。光头一听这话也加快了步子，2人一左一右，连防备都不要了，满脑子就想着赶紧杀人爆装备。在他们眼里，我这么个受了伤吓破胆的炼气2层废物，那就跟砧板上的鱼肉没两样了。哼，等的就是你们轻敌。就在刀疤脸那把剑眼瞅着要扎进我心窝的一瞬间，我原本装出来的惊恐眼神瞬间变得跟一潭死水似的冰冷。我猛地抬起右手，没用什么法术，直接屈指这么一弹，一颗黑不溜秋臭气熏天的药丸跟长了眼似的，直奔冲在最前面的刀疤脸的面门射去。什么暗器？砰！那颗毒丹刚碰上他的剑锋，瞬间就炸开了。
直接化成一团黑紫色的毒雾。刀疤脸连连后退，连剑都扔了，死死捂住自己的脸。就2口气的功夫，他整个人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直接化成了一滩腥臭的墨水。老二，跟在后头的光头大汉眼珠子都要瞪裂了，前冲的步子硬生生给刹住，看向我的眼神终于从看不起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恐惧。他估计在想，这他娘的是什么见鬼的毒药？现在轮到你了！我再也不藏着掖着了，炼气3层那副雄浑的灵力毫无保留的全爆了出来。去！光头慌里慌张往身上拍的那张防御符，在我这压缩提纯过无数次的火球面前，简直就跟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撕了个粉碎。砰！火光冲天，光头连人惨叫都没来得及哼，就被这火球当炸成了一具焦炭，重重的砸在几丈外的树干上，死得透透的了。山谷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就剩下火烧树枝的噼噼声。这是我头一回真正意义上的杀人，我活下来了。我警惕地扫了一圈周围，确定没招来其他人，赶紧强撑着走到那具焦炭跟前，熟练地扯下他腰间的储物袋，从怀里掏出化尸水，把尸体也给处理得干干净净。干完这些，我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和烂泥巴，头也不回地一头扎进了更深的迷雾里。还要跑远点儿，肺都要炸了，就这儿了，封死他，留条透气的缝就行。总算是活下来了。这极品止血丹的药效真够霸道的，杀人放火金腰带，古人诚不欺我呀！给我散！发财了，70多块下品灵石，我这底层灵农种一辈子地都攒不下这么多。玄铁盾牌，好东西，还有几张护身符箓。这把飞签至少是件中品法器，还有玉匣，这装的是这么多寒阴草，整整45株，加上我自己的12株，任务早就超额了。难怪那么多散修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当劫修。辛辛苦苦种地3年，真不如在这谷里杀2个人来得快。但这种刀尖舔血的日子绝对不能常干，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今天算我运气好，要碰上个炼气中期的硬茬子，变成一滩血水的就是我了。灵石、符箓、玄铁盾、飞剑全给我藏好，这寒阴草留够30株就行，多交1株都会惹来不必要的盘问。低调低调，剩下的6天我就在这儿死磕了，外面爱怎么杀怎么杀，谁也别想让我挪窝。趁着这几天巩固一下修为，再把这玄铁盾祭炼好，活命的筹码就又多了一份。来的时候500多人，现在就剩不到300个了，没人在意少了谁。在修仙界，人命果然是最不值钱的消耗品。交任务。装孙子这事儿我拿手。这管事估计怎么也想不明白，我这么个废物是怎么凑齐任务活下来的吧？下一个。就这3块破石头打发叫花子，我才不在乎。现在我的储物袋里可是有100多块灵石，2件法器，当然还有我最大的本钱灰葫芦。这回的迷雾谷真是把老本都赚足了。只要回到那间破茅屋，我就能安心闭关了。有这么充足的废丹和灵石撑着，炼气中期稳了。可算回到这四面漏风的狗窝了，后背往这操墙上一靠，在迷雾谷紧绷了10天的神经，这才算是彻底松开了。这屋里的霉味儿，现在闻着比杀仙丹都让人心里踏实。不过该防的还是得防，哪怕是在自己窝里，也绝不能掉以轻心。玄铁盾得放手边。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变回了那个老实巴交的底层灵农，每天老老实实挑水种地，听王胖子吹牛皮。这回迷雾谷死的人多，都忙着分地盘，根本没人会多看我这个毫无存在感的废柴一眼。100多块下品灵石啊，我全给藏床底下了，一分都不敢动。一个穷种地的，突然跑去访视挥霍，那叫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钱得有命花才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提修为，那罐子废丹现在可是我的命根子。有了这葫芦，外面抢破头的上品聚气散，我能当糖豆吃。突破到炼气4层，完全是水到渠成。回来才3个月，2颗聚气散下肚，这道坎破，成了。炼气4层，五感敏锐多了，
神识直接能扫到10丈开外，10丈外连这只淋雨的野猫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炼气中期，总算脱离最底层的泥潭了，但这还远远不够看，继续练。这一年，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高深功法，我就用最笨的办法，死磕那把飞剑。劈46，一次不行就练10000次。第2年初冬，废丹全耗光了，这是最后一颗。炼气5层，给我冲！这股灵力太猛了，撑住！拼了！大周天循环，转起来！给我破！炼气5层。这股力量，加上飞剑和火球术，再碰上刀疤脸那伙人，10招之内我必斩他们。内门五峰，30年前我连个下品丹药都买不起，现在我总算有了活下去的本钱。狗在药源发育成不了大事，普通丹药没用了，得想办法弄更高阶的东西，甚至为了筑基做准备。外头的世界再危险，这长生大道，我文武也得去争一争。